就是这个细狗扛下了漫威最顶的人体改造，后来成了复仇者联盟里最硬的男人。你根本想不到，这个以后能单手拉住直升机的硬汉，当年参军体检表上没有一栏合格，矮小瘦弱，还挂着5种慢性病，医生看完都气笑了。这小子是来参军的还是来住院的？这副残血开局，换谁都得气号重开。但当时的美国军方没得选，他们手上只剩一管超级血清，必须从人群里筛选出一个人，把整个战局的希望全压上去。而我们的主角史蒂夫·罗杰斯因为第 N 次入伍被拒而沮丧不已，为了放松心情，他出来看了场电影，结果前排有个小伙一直在吵闹，引发了众人的不满。善良的史蒂夫看不下去，出口制止了他，不料被那小伙拉到巷子里痛扁了一顿。明明被打得站都站不稳，可他却说说完还挥着迷你小拳头往上莽，过程中史蒂夫顺手抄起旁边的垃圾桶盖格挡，这也就是他的初代盾牌。可无论被打倒多少次，他总能顽强爬起来，这股倔劲彻底激怒了混混。多亏好兄弟巴基及时赶到，3拳2脚把混混打跑。然而对巴基的神兵天降，他非但不说谢谢，还面不改色的来了句I had him on the ropes. 直到他瞥见巴基身上的军装，眼神才终于变了味，那是藏都藏不住的羡慕和失落。史蒂夫一直梦想参军保家卫国，可瘦小体弱让他连试穿军装的资格都得不到。巴基是来通知他自己的入伍申请已经通过了，他将加入107步兵团，明天就开拔去英国前线。临走前一夜，巴基拽着他去了明日博览会，台上那个小胡子正是钢铁侠托尼他爹霍华德，正嘚瑟地展示新研发的反重力悬浮车。当所有人的目光都焊在舞台上时，史蒂夫却被墙上的征兵广告吸引了，他想再干一票。为了上前线，这段时间他想尽各种办法，甚至敢铤而走险伪造资料。巴基劝他省省吧，两人的对话刚好被路过的厄斯金博士听了个全。他发现史蒂夫屡战屡败，却有一身钢铁意志。就这样，史蒂夫再次摸进征兵体检处，体检医生突然被叫走，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标语，提示伪造征兵资料是违法的。他以为自己暴露了，手忙脚乱地抓起衣服就要溜，下一秒一个士兵走进来，直接把史蒂夫吓了一跳。紧接着厄斯金博士现身，博士拿出他以往的档案，质问他为什么每份出生地都不一样。史蒂夫刚要狡辩，却被博士直接打断。Do you want to kill Nazis? I don't want to kill anyone. I don't like bullies. I don't care where they're from. 这句话刚好戳在博士的心窝上，便打算给他一次机会。博士破例批了他的入伍申请，看着档案上那栏最高等级的评定，史蒂夫嘴角压都压不住，他就这么混进了最好的部队，还捞到了一次超级士兵海选名额。然而史蒂夫的军营生活直接开启地狱模式，别人跟喝水一样轻松的训练，到他这儿就跟渡劫似的，别人随手一翻就能过的网绳，他爬得跟刮腊肉一样。战友集体笑他是个菜鸡，还有人故意使坏，一脚踹倒木桩给他上难度。但这些全拦不住他当兵的执念，就算把腿跑折了，他也会死死咬在队伍后面。这天，军官让刚跑完20公里的兵去摘旗杆上的旗子，头一个拿到旗子的能跟美女探员同坐一辆车回营。一群大兵听完，拼了老命往旗杆上窜，结果因为刚跑完20公里，个个都成了软脚虾，加上旗杆早被军官提前抹了一层润滑油，一群人费了9牛2虎之力也没能爬上去，只能集体认栽。就在这时，那个身材最单薄的家伙不紧不慢地走过来，他拔掉旗杆底部的插销，旗杆哐当一声砸平，轻轻松松就把那面17年没被人摘下来的旗子拿到手。他把旗子递给长官，然后在众人羡慕嫉妒的目光里坐上汽车扬长而去。回营路上，史蒂夫看着外面的大街小巷，心里感慨万千，因为这里到处都有他被揍的身影。佩姬问他为什么不逃呢？ You start running, they'll never let you stop. You stand up, push back. Can't say no forever, right? 很快就到了海选当天，可史蒂夫依然毫无长进，做个俯卧撑都像在挑战人体极限。切斯特上校实在想不通，博士怎么会选这么个纸片人进来，各项测试都差得出奇，便推荐了各项测试拉满的霍奇。这人正是那个在巷子里暴揍史蒂夫的恶霸。为了证明自己眼光没问题，切斯特突然往人群中扔了一颗手榴弹，所有人都吓得魂飞魄散，四散奔逃。只有瘦小的史蒂夫是本能反应扑了上去，他凭着瘦弱的身躯死死压住手榴弹，大喊着让其他人都闪开。直到10秒过后，史蒂夫才反应过来，这是一场突袭测试。他的善良不但帮他在军方那里拿下了印象分，还直接刷到美女佩姬的好感度。就这样，史蒂夫拿下了超级士兵实验的入场券。晚上，厄斯金博士找到史蒂夫，表示他就是最佳实验人选。博士告诉他，血清会把人骨子里的东西放大100倍，好人会变得更好，坏人只会更
坏。上一个注射血清的人已经在欧洲把自己作成了红骷髅，所以这回他不选最强的，他选这个挨了揍还爬得起来的，因为弱者才懂得力量的真正价值。血清从来不凭空造出超级英雄，他只负责把一个人的底色撕开给大家看。然而改造过程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，不光要扛住地狱级的折磨，还有可能直接翻车失败。可史蒂夫却连犹豫都没犹豫，直接表示他可以的。在博士的示意下，2套布满针头的装置扎进史蒂夫的胳膊里，接着6管超级血清被缓缓推进了体内。针扎进去他还扛得住，但真正的炼狱在后面。随着霍华德启动仪器，史蒂夫被关进实验舱里，能量不断往里灌，实验舱瞬间炸开刺眼的光。可就在能量爬到 70% 时，里面传来让人头皮发麻的惨叫。博士一看，立马想拉闸断电，却被史蒂夫硬生生叫停了。直到能量冲到100%，整个电力系统彻底瘫痪，仪器这才停摆。然而实验舱里却安静的吓人，难道实验凉了？可当实验舱缓缓打开那一瞬间，在场所有人瞳孔地震，之前那个皱巴巴的豆芽菜直接换成了雕塑级完美型男。史蒂夫硬是靠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扛下了所有折磨，就算是男人也顶不住这种扑面而来的荷尔蒙冲击，更别说旁边的佩姬了，小手不受控制的就摸了上去。然而正当所有人都在疯狂庆祝时，危险也摸了过来，一声爆炸瞬间炸碎了满场的欢喜。